现在不是信息的时代嘛，实际上信息都是比较发达的。然后，不管是从内网和外网啊，我们都会获取到一些信息，包括一些民运人士的信息。一开始接触呢，我会比较好奇，因为他们播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在国内的平台上很少能看到。当时就感觉一个是猎奇嘛，第二个呢就是感觉确实他评论的有一些道理，那感觉就心情很低落啊，感觉怎么在这个一个环境下啊很不开心。后来呢，慢慢的觉得呢，就是看的也多了，也各方面的评论，包括对国内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都看的比较多了，然后也坦然了。因为他讲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基于事实呢，然后做了进一步的一个修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处境下呢，我们感受的更深刻一些。其实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然后看多了之后呢，发现呢，他这个也不过是他的一个工作啊，或者是这个营销的一个手段。然后就很平常心看待，就没有特别关注了啊，就没有原来的影响力那么大。就像那锅一样啊，他刚开始这个爆料确实很吸引人，其实到后面大家也就坦然了，那有真有假，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也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了。包括那个什么石头记他一开始站在那个角度来讲国内的进行批判，然后最近一年呢，他好像角度就变了，他又站在内部的角度，然后对外面进行一个批判，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成长。确实他是很专业，然后评论这些东西也很有自己的观点。也是值得一看的各种名誉人士，的这个视频，实际上都是主要是愤怒和这个对内部不满的一个抱怨。但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情况是越来越好。他讲的这些呢，有些是存在的，但是每个国家的都存在。你包括现在这个 TikTok 这个事件啊，也是因为不受控制，所以说他们也有危机感。所以说他要得到这个控制权，所以要进行一个符合他的角度的一个这个筛查，完全不筛查呢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审查还是呃要存在的，但是这个审查的这个力度呢，主要是跟管理水平有关，你管理水平越高呢，它这个审查的这个力度呢，可能就放的越宽啊，它因为它可以控制嘛，它有能力，就是让你更多的自由度，然后更多的幸福感。但这个管理水平如果差一点呢，差点意思呢，它可能就审查的就更严格，控制的更严格，然后包括风吹草动啊，它可能都难以应付。所以说，它要提前把这个隐患呢要杜绝掉。就比如说朝鲜这个外部的这些民运的视频，其实呃主要作为这个国内事件的补充材料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相信他的这个舆论引导，其实也没有必要。主要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国内的这些呢，也有一些你一看就知道他这个，看这个标题或者说两句话，你就知道他这个角度或者做事的方法就更没有必要看，还是要保持这个清醒的认识吧。或者你像这个刁盘侠，对吧？你只要一开口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意思。长篇大论都没有必要。如果是这个道理的事情讲得通呢，三五句话就说得清楚了。如果你想给人洗脑的话呢，那可能就是长篇大论。那长篇大论这些东西呢，根本没必要看。他主要是用一些什么站在他角度的一些事实论据来支撑他的观点来说服你，这个没有必要看。嗯，还是主要是这个综合考虑吧。面对这个现实，然后反正是我们这个方向呢是越来越好，然后也是充满信心的。最主要是希望不要受到地缘政治的牵累，然后在经济上跟伙伴们越走越好。